Hello，各位好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对象感的。我面对的呢是从截止到我录节目这一刻开始，我的21位订阅用户。你们从这个副标题当中也看得出来啊，我想简单的聊一聊开播以来的心路历程。我在这一刻突然理解了很多大的 YouTuber，他们一般都会在订阅量达到一个数量级之后，做一些直播，跟大家来一些互动啊。我之前作为纯的观众来说，对这样的做法呢，我只是单纯的认为是一种，说炒作有点太难听了，但是是一种。纪念或者什么，对吧？有这种感觉哈、给大家有一些福利等等。但是从我自己做这个YouTuber 以来，我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当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站在屏幕前面的时候，有些想法呢就会变得还蛮不一样的。其中有一些步伐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其中也经历一些蛮好玩的事情，所以今天呢突发奇想啊，特别录一期节目，也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到哪一类，希望跟大家聊聊天，做一些分享。首先呢，我这21个订阅者里面有一多半吧，啊，应该是陌生的啊，就是广大网友朋友们啊。那另外有一小半呢，其实是最早是我的家人呐、还有一些朋友啊，更多的是一些之前公司的同事啊。那说到这儿，也给大家讲一个挺好玩的事情。今天早上有个同事发信息给我说，自己无意中刷到我的视频，他也觉得挺意外的，我也觉得挺意外的啊。我这么一个20个人都不到，今天早上晚上才到21个订阅用户的这么一个小频道啊，竟然能被这样就刷到，我会觉得也挺神奇的。但在这边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吧，就因为我原来在 Apple 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节目啊，因为公司有一些政策啊，比如说保密协议啊等等，是不允许的。但其实我自己一直蛮想做的，所以离开之后，我第一时间在我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就开了这样的一个频道。那在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的同事都说，如果你开了这个自己上网做视频了，一定要通知我啊！甚至有一些同事没等我说，直接就说你肯定会做视频的，到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嗯，很抱歉啊，我到现在也没有主动的通知这些同事和好朋友们，我只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了一些链接，发的也不多啊，满打满算也就那么3、4个，都是我觉得还做的比较好的，拿得出手的啊，去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一发，而且我的主要社交媒体也不是 Facebook，就是大部分的朋友跟同事还是在微信上面，但是基本上我从离开公司就没有怎么关注微信了，也没有怎么看朋友圈了。我离职已经1年了，刚刚满1年。我看微信朋友圈，在过去的1年当中不超过3次。那我为什么没有主动的告诉这些其实我还蛮希望告诉的同事啊？我是这样想，因为同事嘛，跟我呢，基本上我认为应该是在同一个水准上的，同一个 level 上的。所以我觉得，在我刚刚开始做那么几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告诉同事，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底气能够说服自己，
说能给同事们、前同事们还在这个行业里混的，像我已经下车了，是吧？去提供更有价值的内容我还没有这个自信。但今天我跟我老婆聊这件事情，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你不要自己去定义你的内容对别人有没有用，大概是这个意思不是原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那看缘分吧我继续努力做我的视频我觉得我仍然还不想大张旗鼓的去通知原来的同事们。一方面是觉得我真的还没到时候，觉得我这点东西还拿不出手；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刷到，这样觉得更公平一点。就是我不是说这样算刷流量什么的但因为都是同事，这个有什么好说刷流量的呢？但是，我不想强迫对方做任何事情，就比如你告诉别人，别人不关注，好像不太好意思。我希望我的订阅者都是因为真正自己想去订阅觉得有一些价值再去订阅。那这样的好处是让我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我的内容，也能够更好的跟这个世界接轨，跟大家更好的去沟通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而我做这个频道做到现在呢，我逐渐的有了这种感觉。当我的订阅数到达10个人往上的时候，其实我就慢慢的开始收到大家的一些留言了还有一些评论了，其中不乏一些台湾的朋友可能也有其他地区，我不确定那这个也就是我在 YouTube 上做视频的原因之一，并不只是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以外，而是因为虽然我说的是中文写的是简体，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内容交给这个世界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一起交流，这是其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喜欢 YouTube 这个平台，我自己认可这个平台，我也从这个平台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知识，非常多的感悟，非常多的感动等等等等。所以我也想自己用自己的一点点的能力来去回馈这个平台。当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不太喜欢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些媒体，就是这些平台的舆论走向，或者说媒体的那种怎么说呢？就觉得我不太能驾驭得了。实话实说，我不太能驾驭得了。那当然，我也不希望我在 YouTube 上的视频被就这么扒下去虽然可能我这个顾虑有点太早了，毕竟才有20多个订阅。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做第一段视频我就考虑到了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这个背景可能我以后还会加强这个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在中国大陆内地发布任何视频平台发布我的视频的一个原因以及我为什么没有通知我的同事们。真正想聊的心路历程，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蛮意外的。因为我做这个频道之初，其实我就想好了，我不求流量我也不求订阅数，我也不求说做一个YouTube 频道能给自己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这些都不求。我今天还跟我的同事开玩笑说，我原来在公司的时候一直想做，然后被憋的，然后一定要释放一下。我一直还在这样去讲。其实
这一半是玩笑，另一半也是真的啊，就是自己还是对这个事业有热爱啊，还是想做这个东西。再有呢，渴望沟通，特别是我离开公司之后，很多同事跟朋友、家人应该都知道是，专职在家带孩子，那么，就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渠道跟平台，跟外界保持联系啊，这个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在刚做视频的前一段时间，我想想，我脑子不太好哈，我都忘了我这个视频的第一个是什么时候放出去的了，大概有3个月，反正我觉得有1个多月、2个月的沉寂吧。我发了大概30-40段视频，然后订阅者基本上就是家人，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在一直不停的在发，也挺开心的啊。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自己在自己希望的道路上在走，就是不求功名啊，只是把自己的内心想释放的东西释放一下。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如果看我早期的视频，就是我正儿八经聊 iPhone 啊，后来改名字叫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这个播放列表，那个是我第一个想严肃认真的做的一个系列。你如果看头10到20期节目，和最近的几期节目相比，大家应该能够明显的看出一些风格上、内容上的一些差异。那这个也是跟大家互动的结果，也是我自己跟这个平台去磨合的结果。那我个人觉得是越做越好啊，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但是从这个成绩上来看，应该是。那我想说的是，最近1个月，特别是最近半个月，然后订阅从10涨到11、12、13，就越来越快。特别是从上个礼拜，基本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从3-4天前开始，就已经变成我每天睡醒觉睁开眼睛一刷这个YouTube Studio 一刷就发现多了2个订阅，然后最近几天就蹭涨得挺快的。我姑且不说我是不是蹭到了 Vision Pro 的热点，或者是蹭到了 WWDC 的这一波浪潮等等，可能有原因吧。那也有可能是我原来不想做 Shorts 短视频，但是我也做了2个，我也计划以后会做更多啊。不知道，但是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渐渐的发现我开始变得追名逐利化了，打引号啊，打引号，就是当没有那么多人去订阅的时候啊，其实现在也不多了，说这个话有点脸红，但就这意思，大家明白就好，这个不重要啊。当没有那么多人订阅的时候，你觉得保持自己的初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你不保持也得保持，要不你就别做啊。你只要在做，又没人看，那你一定是在保持自己的初心，就是只是为了热爱而做，不在乎那个，对吧？但是，一旦当订阅量还没上多少呢，这才20几，这就是完全一个小蚂蚁级别的。那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订阅的人数有增加，然后时不时的能刷到大家的一些留言跟回复，你知道吗？最近2天 YouTube Studio 应该是我最经常打开的一个 App， 就是没事带孩子在玩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手机来刷一刷 YouTube Studio。去看一看有没有新增订阅人数啊，有没有这个新进来的留言啊，有的能回的回一下啊，等等。然后我是先有了这样的行为，然后我突然反观察到自己的行为，然后我的大脑才意识到，哎，我怎么变成了这样？就是我怎么变得这么在意关注了呢？然后我的脑子里面就是有一点空的时候就会在想，哎，我下一波得蹭什么样的一个热点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呢？我下一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短视频来引流，来看一看有没有用呢？就是开始想这些东西，就是越这样，我越会反思到自己
说，哎，你怎么会在想这个东西？你不是自己热爱吗？就是要把自己的热爱流出来。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抵触啊，但是我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小小的变化，让我觉得很多时候体制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或者你可以解释成，不怕人有多坏，更怕的是这个体制的，我不想说体制的恶，对吧？那你可以说体制的不完善而造成的人变坏啊。我一直说我蛮认同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应该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啊，就是一个好人只有在一个好的政体当中，才能会被表现或者能体现出来他是一个好人。那我经历了这个做视频，我就更发现，我就在想，你说这个一些贪官，他真的就是自己那么想要去贪吗？可能也不一定，因为我观察自己的思想的变化，每天行为的这些变化，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会在行为上不由自主的被一个东西推着走。你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去反思自己，去把你的眼光脱离出来，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看你今天在做什么，是吧？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是我最想分享给各位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以后我的订阅到了100、200，甚至不敢想象的那些数字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又变麻木啊？会不会又怎么样？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我会分享出来，我会把我的心路历程的变化用这样的方式分享给各位，哪怕订阅数掉下来啊，我也会去做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到时候可能会录一期节目说啊，我为什么掉了？所以这样看来，其实我还是有一些动力的，做这个的动力是来源于我本身的那个初心，这个我觉得没问题，我也并不怀疑，而只是通过这些最近2天的行为变化，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也想分享给各位。但我觉得，如果这种东西把握的好，它应该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毕竟，它能够促使我去做一些大家更喜欢看的视频。我觉得不是说大众喜欢看的视频就一定是所谓的好视频啊。当然，这个有个前提啊，视频属于艺术品，它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但是它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嘛，就是不一定说大众喜欢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说真正好的视频就一定受大家的欢迎，这都不一定。但是重点在于你怎么样去作为创作者啊，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既能够把自己的初心、自己的热爱、自己的初心展现出来，自己的热爱释放出来，能够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一个自己。因为我觉得做 YouTuber 最主要的，其实大家还是看我这个人啊，至于我说什么，其实我说的内容都是在从各个角度来去让大家看到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自媒体的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吧。那所以如果当我把自己展现给大家，那么大家给我一些订阅、点赞、回复，甚至只是观看，都对我是一个互动啊！我不认为只有直播是互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最弱的互动就是大家只是观看，也不订阅，也不点赞，也不留言，就是观看。那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现在作为创作者，我更深刻的理解，就是你这种最弱的行为，反而在创作者看来是最强的一个代表性的数据，就是我发布了这么多视频，哪段视频被观看的次数最多？
我不是说订阅、点赞、留言不好而是说这就是这么一个观看就能够让我知道哦，原来大家喜欢这个。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最近发的这个瓜子聊天就是聊 iPhone 的这个视频，聊 iPhone 的内置 App， 我着实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观众能够去看我这个信息 App， 而且在我的信息 App 下去留言，这个我真的没想到。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iPhone 里的 iMessage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东西。这个视频说白了，我是给自己安排了任务去做的，因为我要把 iPhone 里面的每一个内置 App 一定都讲完的，一个不落。以后再推出新的我不敢保证，但是目前肯定是一个不落。所以我打好算盘了，这个系列一定是小众的。就是包括大家看到我的那个正儿八经聊 iPhone 的那个播放列表里面的视频，那个整个播放列表，我认为都应该是小众的，它不是一个抢热度的东西。它不像我聊 WWDC， 不像我聊 Apple Vision Pro 该不该买，那个这是热度。但我不觉得我是在抢热度，因为这个是我本行我理应该去聊的东西。但我觉得我的骨子里面还是希望去做一些冷门就比如说我目前打算做的这个系列里面，除了 iPhone 以外，可能我接下来那个 iPhone 系列做完，我会开启一个 iCloud 系列我也可能会开启一个健康系列，我会开启一个 Apple Watch 系列等等。你会发现这些全是冷门，但是就像我跟大家聊的，这个是我释放自己的热情和表达自己初心也希望让自己留点东西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而不是只是留在自己的硬盘上。我看聊了多久？不能再聊太久了还好吧，差不多就聊完了差不多聊完了。那剩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聊一下我目前的一些想法。毕竟你说我追名逐利也好，我已经自主不自主的想了那么多了，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做一些shorts 这个短视频，用一个相反的方式。因为我在做 iPhone 的系列，我都是不讲实操的，只是讲一些 App 或者一些功能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想对应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这种长视频来拍一些相应的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我就只讲我就可能不讲，就是用画面非常快的几秒钟、1分钟、半分钟，只展示一个功能的实操这个去给我自己的内容做一些弥补。我想这样试试看。那还有一部分内容呢，我是想去聊一些工作的事情。我觉得13年在 Apple Store 的工作经历还是蛮值得一讲的。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小的热点话题了。但是我之前没讲的原因，还是因为觉得会不会牵扯到一些公司的商业机密。但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以我个人的风格来讲呢，你让我说一些机密，我也就跟我的价值观不符就是不是那种人知道了也说不出口。第二呢，实话实说，我这个 level 的不知道啥机密没啥好透露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初心跟大家去聊一聊工作当中碰到的有意思的事情，和这个全球真的是还蛮独树一帜的一家零售店，在我的眼中从内部去看仅代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这个是我最近2天想到的一些之后想做的一些内容。先给各位剧透一下因为我录这个纯聊天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我就是录给目前我的20几位订阅者去聊的。
如果你们愿意并且也看到了我这期视频，我还蛮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能够跟大家互动。就是只有几十个订阅的时候呢，我基本还能做到每条留言都看，就没事就刷。那大概率上看到了我都会回。就以后如果就别说像人家做到几万几十万了，我觉得做到200-300我就不能保证这一点了。但我觉得这种一起成长的感觉还蛮好的。像我也关注过一些 YouTuber， 就是从他刚开始做第1期、第2期就开始关注，然后跟他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不可替代的吧。就像我在我的 iPhone 那个系列节目当中说的，我这个节目是一个陪伴节目，是一个聊天节目。你别看我讲的是一个科技，但是我自认为是陪大家聊聊天啊，感兴趣的时候陪你聊聊天。本来这些内容我都是想做播客的，我觉得没有必要看着我这张老脸去聊这些内容啊，有声音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个不是更立体、更流行嘛？而且大家又可以多种选择，你不想看你也可以听，你可以放倍速播放等等，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在用 YouTube， 所以我觉得怎么用交给大家。我有我自己的初心，我有我自己的热情，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能跟大家有一些互动。这个就有点像我在 Apple Store 工作一样，我对 Apple 有热情，我对 Apple 的产品有热情，但是其实最终你发现还是一个喜欢和人和我亲爱的顾客们去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本心啊，否则也不会到零售业去工作嘛，否则也不太能够做这样的视频给大家。所以今天聊的时间有点久啊，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啰里吧嗦听到现在，你继续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吧。啊，这话说的有点肉麻，但是，该说再见了嘛，不太舍得按下这个停止录制。希望能够看到各位的一些留言吧。啊，我应该在这段视频下的留言，我应该都会回复的。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拜拜。